百日无雨，天降大旱，难道天要亡我大唐？臣已命人四处收集粮草，运往长安。运粮无用，若是月旬之内再不下雨，长安外必现一子而食。袁天罡，你既为大唐相师，给朕算算，这几日可会下雨？恐怕月旬之内难以下雨。难道说这是朕弑兄求父的报应？朕不信天命，传令给朕发布求雨官榜，但凡能祈雨者，加封大德，赏黄金万两。大唐盛世，佛道昌盛，朕不信没有能人义士为大唐改命。天降灾祸，关中大旱，贫道特来救市。又来一个妄言救市的，哪来的野道士也敢揭帮？看见没？那就是求雨失败的下场。别人不行，不代表我不行。嘿，你这野道士口气倒是大，怎么你求雨必成啊？贫道求雨必降。说你胖还喘上了，给爷滚远点。求雨你也配？若我不行，天下无人能行。虾仁的声音虽不大，但其蕴含的浓郁自信却是将两个士族彻底震慑住，尤其是那种金光显露的画面，更是让其气质出尘。这野道士够嚣张，袁天罡大师也没他这么大的口气。这小道士气质倒是出众，只是求雨之事何等之难。这小道惨了，吹牛撞上卢国公了。哪来的狂妄小儿？程咬金厉声质问，常年兵戈战场所蕴含的煞气，更是在这一刻绽放而出。若是寻常人，只怕已是瑟瑟发抖。卢国公久经沙场，煞气惊人，但也只能震慑寻常人罢了。安老成尸山血海都走过来，这种惊悚的眼神还是第一次看到。你可知若降雨不成，便是欺君之罪。百日大旱，城外已是流民四起。卢国公不去通报，城外若起暴乱，你当为首罪。安老成长这么大还没怕过，更没被人威胁过。你贵为国公，心系百姓，关中大旱，贫道祈雨，你大功一件。你这臭道士伶牙俐齿！国公，还请速速通报。臭道士，你等着，俺这就去通报。若是你求雨不成，俺要你好看。不过10日时间，长安城已是流民四起，关中地区更有一子而食，瘟疫四溢。元兴，为何老天要将降此灾祸啊？难道说真是朕弑兄求父的报应不成？陛下所作皆乃顺应天道，岂会有报应？此乃天祸。陛下既已发布祈雨榜，这场灾祸必是能够顺利解决的。启禀陛下，有个自称虾仙人的道士说求雨必降。一个碌碌无名的道士，竟然有这般手段。元兴，你可听说过此人？臣从未听闻过此人，更没听闻过何等手段能够求雨必降。此人现在何处？卢国公已亲自带此人入宫。就是你说求雨必降，你就是李世民，大唐太宗皇帝，面相道士一般。放肆！陛下名号岂是你能直呼的？你也懂面相之说？略懂一二。比如这位，他虽是有刚正一折的面相，但实则却是得以善终；反而是长孙，看似贵不可言，但实则却是有晚年不利的面相。依贫道所测，此人当晚年不详。赵国公乃是朕之郎舅，国之重臣，你这小道士怎敢这般断言？莫非你以为朕会护不住长孙无忌？自是护不住，便是陛下也是晚年不详。放肆！但凡方士、术士开口皆是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你这小道士学得到识相？你说说朕怎么晚年不详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？尽管虾人所说只是短短8个字，但却让长孙无忌、李世民等人皆是感受到头皮发麻，好似什么天机显露。你是说朕晚年也要经历玄武门之事？胡言乱语！陛下乃人君圣君，太子承前，人孝纯身，如何能有昔日就是发生？陛下，此妖道污蔑太子，罪不可赦，天机不可多露，贫道严禁于此。好一个严禁于此！朕且不说此事，你细说求雨必降，敢问道长要以何手段降雨？若降雨不成，数罪并罚；若降雨成功，又当如何？朕愿奉虾仙人为大唐先师，为你夺功，荣比王后。陛下，绝无戏言。好，但要想降雨，便要先请陛下做一件事。何事？跪地祈雨。妖道，陛下数日之前早已于天坛祭祀，跪求上天。谁说跪天？贫道说的是跪我。妖道，你找死！陛下九五至尊，岂能跪他人？臭道士，你是不是想死？朕若跪了，这雨便能降。必降。好，朕跪。但若是朕跪后不降雨，朕要将你五马分尸，株连九族。李世民，大唐要亡了，你若跪我，我可就是。陛下，此子妖言惑众，绝不可轻信。闻所未闻，哪怕是佛道高人，也不过是开坛祭祀，祈告上苍，哪有让陛下跪地的道理？臣怀疑此人是他国派遣过来，故意羞辱陛下的，臣请斩此人。安老成砍你这个妖言惑众的贼道人！众人皆是愤怒不已，唯有袁天罡神色凝重地打量着虾人。他精通相面之术，号称大唐道门第一人。然而就算是他也看不清虾人。朕跪，但若不降雨，程咬金，你就得将此人碎尸万段。啊呀呀！
气煞我老成！你这个妖道！恭喜宿主获得大唐皇帝天可汗李世民的香火奖励降雨术，降雨术可呼唤雷雨，将方圆10里化作雨泽。雨从何来？雨呢？贼道士，此人果然是来故意羞辱陛下的，臣请陛下立刻将此人问斩。好你一个臭道士，骗人骗到皇宫来了！陛下95至尊之躯，岂容你羞辱？来人！不够。什么？你一人之香火不够，贫道要你李氏接贵我，往后供我香火。这话一出，李世民眼中骤然爆发出惊人的杀意，整个房间气氛都瞬间凝固起来。李世民戎马一生，从未受过奇耻大辱，朕竟信了你这个妖道的鬼话，将此人拖出去就地问斩。法不轻传，道不贱卖。你若要大唐往后风调雨顺，日夜昌盛，便需付出足够的诚意。李氏一族的香火供奉便是如此。狗屁香火供奉！你羞辱陛下不够，还要当着全天下的面让大唐皇室沦为笑柄不成？此人包藏祸心，臣建议将其打入天牢，以酷烈手段逼问其背后之人是谁。俺老成来，这么多年了，俺老成还没这么想杀过一个人，拖出去斩了。贫道自己走，但一会希望你们不要跪下求我。狂徒，俺这斧头可不会跪人。可笑，朕竟真信了你这妖道的话。陛下心系百姓，爱民如子，若非如此，岂能让这小人得逞？请陛下将其交给臣，臣必让他生不如死。便是让此人受尽折磨，又能如何？我大唐天灾能解。4月，大唐旱灾还有4个月。李二，你如今还有机会后悔。死到临头还敢妖言惑众，是俺老成大福。且慢，陛下，妾身请来了大相国寺主持法会祈雨。好啊，有高僧在，祈雨肯定没问题。俺老成正好将这个贼道士祭天。除了贫道，这大唐无人能祈雨成功。所谓的佛门法会祈雨，也不过只是大兴土木、修建祭坛、借机敛财、扬名罢了。你这妖道还敢在这胡言乱语？你以为智德高僧是什么人？不过一寻常秃驴罢了，指望他祈雨，痴心做梦。你这妖道难不成就能祈雨成功？也不见得有半点雨滴落下，反而为难陛下受辱。今日你必死无疑。贫道何时说过不能祈雨？雨在何处？李氏一族跪地供我香火，自有连绵大雨落下。虾人言语一出，瞬间引得长孙皇后等人震惊。他们从未见过如此胆大包天之人。李氏贵为皇室，岂能贵人？道长为何非得要我李氏贵你？李唐气运与贫道修行有异。狗屁修行！你这贼道士分明是包藏祸心。公主，你让开，免得一会溅你一身血。面对生死，虾人依旧一脸淡然，这般从容让长乐深深为之动容。再加上此前接榜之时，虾人所表现出来的气质，让长乐内心下定决心。小女一人，可否替李氏跪之？长乐，你给我起来！程咬金，给朕杀了这个妖道！畜生！公主甘心人后，你就这般哄骗公主，该死！气煞俺老成，贼道人，此来！公主一人自是不够祈雨，但却勉强够降雨。风来！程咬金，你在做什么？给朕杀了这个妖道！陛下，起风了，不过是起风而已，难不成还能使这妖道施展术法降雨？朕已错信这妖道一次，今日他必死无疑。父皇，且慢。刚才真的起风了，而且我听到他说风来。阿弥陀佛，天色异象，乃是公主孝心有感天地，亦是老僧在大相国寺组织法会，以佛门气运改天换命，扭转乾坤之象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秃驴祸从口出。小女恳请仙长降雨于大唐。长乐，你给朕起来，不许跪这个妖道！公主还是太过善良，岂知人心险恶。此人乃是敌国间谍，此行只为辱我大唐。仙长，阿弥陀佛，世人皆愚昧，不知真佛何在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今日贫道便让你知晓何为仙佛。尽管虾人有意考验李世民，以此收获更多的香火之力，但在面对长乐苦苦哀求，虾人决定不再隐藏什么。就你这个妖道，也云来雷将，雷落雨来。竟真的下雨！道门有仙，我国何在？这雨，世间竟然真的有呼风唤雨之术。无论是何人，在虾人施展降雨术后，皆是陷入震惊难以的情绪之中。谁能想到世间竟真有呼风唤雨这般仙术？往日佛道高人最多也不过只是风水、相面之术而已吧。我虽贵为太子，但却患有足疾，父皇一时对我不待见。若是我能得仙长支持，或可治好我的足疾，更可令大唐愈发昌盛。李二如何？是朕错怪仙长，差点犯下弥天大错。法不可轻视，道不可轻传，帝王求雨必要心诚。尽管虾人在这个世界唯我独仙，一人险胜，但他终究尚未真正的拥有仙人手段，自是要将李世民彻底压住，更要压住魑魅魍魉的心思。仙长，贫道此前不过只是降雨，若要祈雨，如今这些还不够。朕这便安排我李氏一族跪地供奉。今日李氏特为万民祈福，跪仙长，
解旱灾。恭喜宿主获得大唐皇室李氏一族的香火，奖励降雨数达到3层，获得1层催生术。催生术可催生万物，植物、人皆为万物的一份子。还请仙长移步御书房。仙长可否开始祈雨？还不够，以贫道目前的法力，最多只能让大禹赵禹拢长安一地1日，而且还需间隔3日。若是想要彻底解决大唐旱灾，需百官叩首，或是建立道观，李氏一族日夜叩首，期其49日方可。虾仙长虽为我大唐先师，但也不可能让百官叩首，如此岂不是乱了朝纲？到时候这天下是以陛下为尊，还是以你虾人为尊？仙长虽拥有神通异术，但这天下依旧是陛下的。既是修仙之人，就该高高在上，而不是落入凡尘与陛下夺权。仙长怎么可能会在意权？以臣观之，仙长根本看不上这天下，所求也不过只是香火。若是如此，可建造道观，让万民供奉。众人你一句话我一言，一时将虾人想要夺权的路子彻底堵死。只是虾人既拥有系统，更有种种仙术，又怎么可能在乎什么权柄？宇宙浩瀚，天地之大，岂非区区一个大唐疆土这般狭小？大唐权柄不过帝王，帝王之权又有何重？贫道所追求的不过只是长生久世，遨游天地。仙长果然不同凡响，只是这条件能不能宽松点？无论是百官叩首，还是李氏之人叩首100日，皆是有些为难。若陛下不舍得，可选一人入道观，终生侍奉。贫道所要的只是借助李氏气运修炼，无论是何种方式皆可。但此人必须要是陛下的嫡亲。长乐公主跟仙长有缘，不若让长乐公主入关侍奉。但只怕公主一人，也需100日方可祈雨成功。仙长能够让间隔3日，让长安笼罩1日暴雨，已是足够安抚民心。祈雨之事却也需缓缓而来，只是不知仙长可否解决粮草之事。若粮草之事能够解决，当为我大唐万幸了。王氏族长王圭那个老狗，联合5姓齐王这些时日一直想以粮草为筹码，要挟朕给他们4省大都督的权柄。如今既有仙长在，倒是无需在乎王圭这个老狗了。还请仙长施展仙术。不急。陛下，关中一地已有暴乱出现，臣恳请陛下赐臣4省大都督权柄，南下取粮，以解我大唐危机。4省大都督权柄何其重要，不可轻赐，且容朕思虑一二。来不及了，若是暴乱一旦蔓延，只怕会出现昔日隋末之象啊！你是将朕比成隋炀帝，将大唐比作隋末？臣不敢。粮草问题，朕已请仙长解决；暴乱亦有卢沟公等人解决。仙长，臣虽听闻大唐有仙长祈雨成功，但陛下如何能将一切都依托于此人？若是此人为江湖骗子，又当如何？难不成就静候昔日隋末之事再现？老狗，你是何人？敢如此羞辱我？羞辱你又如何？不知廉耻，以百姓安危为筹码，操控大唐流民暴乱，胁迫帝王。你这般行为，骂你一句老狗都算轻的。血口喷人，你这个贼道士，迷惑陛下。今日更是对我一个堂堂大唐一品尚书言语羞辱污蔑，臣请斩此人。仙长不了解我大唐情况，有所误解罢了。臣请斩此人，若陛下执意不肯，今日老臣便辞官告老。王圭并非是单纯针对虾人，而是要以此事让李世民让步。李二，我看他年纪也不小了，就让他告老还乡吧。王尚书既是执意如此，朕也无法挽回。来人！陛下，难道你真要信此人？大唐危在旦夕啊！暴乱、旱灾不断，粮草如何解决？朕自有仙长在。仙长可否施展仙术解决粮草问题？自无不可。真乃仙术啊！有此术法，我大唐再无粮草危机。也未必啊！难道说这般仙术也有所限制？自然没有限制，只是贫道一人又能催生多少？臣亦有向道之心，不知仙长是否收徒？其实我这些年也有问道求仙之心。臣亦有向道之心，不知仙长是否收徒？其实我这些年也有问道求仙之心。其实朕又何尝没有求道之心？陛下就别掺和了。贫道不收徒，此前所说的不过是要陛下拿出更多的植物，尤其是种植物，以仙法催生，可有一定几率使其异变，或可诞生出灵种。我操！朕即刻命人收集植物，并且安排人建造道观。城北不就有一处空置的道观，可为虾仙长所用？昔日旧观如何能用？只是不知仙长要建造的道观有何要求？10里道观。此等道观最少需花费1000万贯。若是如此，陛下还不如答应王圭的请求。10里道观要比之4省大都督权柄更加劳民伤财。此乃身外之物，虾仙长何必如此要求？谁说这道观需要你们建造？
早在虾仁穿越的时候，他就开启了新手礼包，其中一个物品就是雷部建造令。此物品可凭空建造道观，用作吸纳香火。难道说仙长是打算以仙法缔造？贫道所要的只是10里土地，道观我可凭空建造。我操无情！长安西郊乃是皇家林业所在，正为仙长所用。臣亦可请诸多道友来助阵。爹，气煞老夫！陛下这是要效仿昔日嬴政？商纣王求仙问道，竟然听信区区一个狗道士的言论，将老夫罢官。哼，那狗道士不知道撞了什么大运，竟真求得了一阵雨。但接下来粮草的事情，老夫倒要看看他如何解决。到时候此人无法解决，陛下必要答应我们的要求。老爷，陛下说明日要摇摆官前往城外西郊，以观仙术。狗屁仙术，看那狗道士如何骗人才是。爹，既然陛下邀请百官，那么不若明日当众揭穿那狗道士。你的意思是？那道士不是会仙术，那就让他给人治病，若治死了，哼哼。好，明日你且好好安排，替为父出口恶气。不止如此，孩儿还打算安排人手在长安城外掀起暴乱，到时候我就不信李世民还能坐得住。城外太过冒险。无碍，孩儿已将三弟调回来，以三弟闹腾的性子，必然会将大部分人的注意吸引过去，到时候城外暴乱掀起，他们必会措手不及。这个废物倒也算有点用处，你不是还养了一些道士，让这些人明日也给那个狗道士找点麻烦，老夫倒要看看他明日如何收场。是。监长，此地如何？此地倒是不错，距离长安也足够近，可引万千香火。此地不行，依贫道所言，那边当是更合适一点。此乃龙。这人是谁？贫道乃是龙虎山当代天师。仙长虽是祈雨成功，但有些道家的规矩，仙长恐怕还是不懂。就比如今日，竟无一人召集同道进行露天法会，既要建造道观，怎能不禀报元始天尊？仙长乃是随行之人，这些事情不准备也是正常。你袁天罡并非正统道门出生，而是以相师这般外道入朝，如何能懂我们道门内部的事情？仙长此次不准备法会，是不打算做法会，还是不懂建造道观的规矩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本道不懂道门规矩又如何？那我就要问问了，你是从哪个乡野道观钻出来的野道人？祈雨之术乃是堂皇正大之道，你一个乡野道人，如何得来的传承？如何得的仙术？又是师承哪一脉？和谁人传授？仙人扶我点，结发受长生，道法天成的道理你可懂？反而是你这种人自誉为名门正派，大唐旱灾不见你就是险胜之时，倒是冒出来谈什么道门规矩，师承如何？果然是不知尊卑的野道人。龙虎山位居天下道门魁首，你怎敢对我如此无礼？陛下，切莫听此人胡言乱语，他必为江湖骗子。你是没见过虾人施展仙术啊？张轩，退下，你根本什么都不懂。我为龙虎山当代天师，道门之事，我如何不懂？请陛下立刻驱逐此人。祈雨之事，我龙虎山自有办法。若你龙虎山真有办法，也不会有百日旱灾。天降灾祸，非人力可为。昨日龙虎山祖师降梦于我，今日开始，我龙虎山必能迅速解决旱灾。反而是这般乡野道士，乃是应梦中祖道黑龙，乃是为恶龙。陛下若不驱逐此人，大唐必有大祸。愚昧！来人，给我把此人押下去。陛下明智。卧槽！陛下，此人必为大唐祸害啊！真没想到此人竟然如此无礼，只是想着他为龙虎山当代天师，或许能够相助仙长。陛下，让方圆10里的人都离开，贫道要让道观降临。无忌，我这就安排。湖中岁月，袖里乾坤，宁。这就是仙术。袖里乾坤，道家仙术啊！虾仙长今日可算是名扬长安了。何止是名扬长安，应该说是名扬天下才对。道观凭空浮现，此次之后，当再无张轩那种小人质疑仙长。因为道观的凭空降临，整个长安此时都已经彻底疯狂起来，无数的权贵百姓都蜂拥而至。如果不是李世民命人在观外阻挡，恐怕现在整个道观都要被挤塌。恭喜宿主获得长安百姓香火，奖励降雨术达到4层，催生术达到2层，获得雷霆术。雷霆术招引9霄神雷，以雷法除邪祟。今日之后，世人方知我大唐有仙人。陛下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长安城外已有零散暴乱出现，另有数万流民正蜂拥朝着长安赶来。流民怎么可能汇聚起来？陛下，臣此前已是命人尽力安抚。流民在此时大批涌入长安，
看来这是有人在故意引导刘明。这很可能是世家的反击。此前虾仙长先是求雨成功，又是以袖里乾坤让10里道观凭空降临，他们害怕接下来虾仙长能够解决粮草问题，因此迫不及待地引爆流民粮草问题，想以此逼迫陛下让步。他们是在找死。陛下，眼下当务之急应当是安抚流民，没有粮食如何安抚？流民一旦暴乱起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仙长可有办法？昨日陛下送来一些植物，我以仙术倒是催生出了一些粮食，只不过要想解决粮草问题，还是远远不够。此物便是仙长催生出来的粮食，这是何物？此乃玉米，可利用仙术一日一熟，食用可令人洗髓伐脉，更可延年益寿。卧槽！可惜这般仙药太少，如果多一些，或是仙长恢复法力，我大唐无忧。此物除却当作仙药延年益寿外，更可当作普通种子，播撒下去后，可让平民百姓种植，1年4熟，每亩可产2000斤，亩产1000。有此两种，日后大唐再无饿死之人。可惜的是产量太少，眼下的粮草问题还是难以解决啊！何须事事劳烦仙长？此次既是世家作祟，朕自是要反击。传令让秦叔宝、程咬金即刻率金吾卫前往城外镇压流民，如此恐怕会激起世家反击。朕就是要让他们动。仙长，你这几日便在道观之中，待法力恢复，行降雨之术，其余事无需担忧。尽管李世民如此说，但是虾人又怎么可能不管？无论是收集香火，还是为了百姓，他自然要有所动作。眼下还是要想办法收集更多的香火，以此获得更多的仙术。3日的时间，虾人又收获了大量的香火，并且获得了灵气道袍，此道袍可自动护主。如此，虾人也有了心情去游历长安。听说城外暴乱闹得很凶啊，如果不是卢国公出手镇压，只怕会出大乱子。怕什么？我大唐有虾仙长在，就算突厥南下都能打回去。那倒是，毕竟有虾仙长在。如果突厥南下，你会出手吗？自然，区区突厥一族，我自是随意镇压。真是笑话！突厥何其之强，空闲知识100万，在你口中却仿若一只蚊子一般，随手便可拍死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没错，这小子未免也太过狂妄，就算是大唐那个虾仙长也不敢说这种大话。切，什么虾仙长，装神弄鬼的道士罢了。至于说你这个道士，更是一个笑话。真以为大唐出了个虾仙长，道门就能崛起？虾仙长不是你这种纨绔子弟能点评。羞辱的。姑娘何必这么大反应？你是突厥人？你才是突厥人！我乃太原王氏尚书之子，突厥人我可是见过极多。那些突厥人皆是身材魁梧高大之人，力大如牛，百万之势，可顶我大唐数百万精锐。太是元王之人，便是皆对突厥这般畏惧，或是说崇拜。若有朝一日突厥打过来，你太原王氏是不是要立刻俯首称臣？你懂什么？我这是对待敌人的重视。突厥本就比我大唐强，这有不什么不可说的。反而是你仿佛是那西域鸵鸟一般，只会埋着头躲在沙堆里，高喊大唐必胜，或者又如那井底之蛙，看不见这天下，还妄说什么？走吧。娇娘子何必着急离开？既然小姑娘对突厥感兴趣，不如与我秉烛夜谈。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能是谁？难不成你还能是某个公主？今日你不走也得走。给我拿下！今日不是出门，差点忘了还有你。走吧，难得出来游历一次，没想到还能碰到这种纨绔子弟。站住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敢对我王家之人动手！你今日走不了，在这长安城之中，竟然敢有人对我王家之人动手，找死！今日你就算是国公之子，我也要将你挫骨扬灰。好一个王氏！天子脚下，你王氏便能一手遮天。是他先调戏我，上儿看上你是你的福气。你这个臭道士，今日必死无疑。见君何在？叔父，这2人当街行凶，害我王氏嫡子，速将此人就地格杀。是。尔敢私自调动禁军，可是死罪。我倒要看看今日是谁死。羞辱王氏，当街行凶，该死的人是你们。今日不只是你们死，便是你们族人也因你们而惹了祸事。我奉劝你们乖乖跪下受死，否则你们全家老小都会因你们而死。如果你跪下，我会考虑跟叔父求情，放过你们的家小。哟呵，你们这是打算仗势欺人？是又如何？我王氏一族把门宣赫，你敢对我王氏子弟出手，就已是死路一条。就算你有些武艺，但在权势面前又算什么？安老成今日倒要看看你们有多大的权势。你不是在城外镇压暴乱？区暴乱算什么？倒是你不在边疆驻守，滚回来做什么？今日这事你非要管。这小子虽然是你的人，但你要想清楚，
为了他值得不值得得罪我们王室？阿丫呀，谁跟你说他是俺老城的人？老夫是他的人还差不多。你太原王氏了不起啊，也不擦眼看看。就算是王尚书在此，敢不敢对他无礼？我王氏自春秋起源，传承千年，这大唐谁人不能惹？难道说此人就是那个所谓的虾仙长？你是虾人！有人欺负虾仙长，势单力薄，怎么？我张亮这个银国公算不算权势人物？我这个一国公也勉强算是吧，不是比谁势大。现在有3个国公，不知道够不够？如果不够，再加上长乐公主如何？还不够的话，我再喊几个人来。我操！完了，这下彻底捅破天了。俺老陈刚才可听说了，你们要灭了虾仙长一家老小，还让虾仙长跪下，还说什么势单力薄，就是仗势欺人又如何？来，现在你继续啊！来啊，继续啊！大哥传信过来让我搞事，但也没说直接让我搞虾人啊。那种道观凭空降临的手段，这些国公的态度绝对不是假的，这下该怎么办啊？虾仙长，你说如何处理这些人？还说什么？敢对虾仙长无礼，直接杀了就是了。不错，区区一个太原王氏的次子，杀了就杀了。你们便是贵位国公，也不能滥用私刑。就算是要杀我们，也须得大理寺审理后方可问斩啊！嘿，这会儿知道大理寺了，刚才干嘛呢？虾仙长，你们不能滥用私刑，我乃太原王氏嫡子，更有爵位在身。这天降雷霆！仙长饶命啊！仙长饶命啊！他自己做事让老天爷看不顺眼，降下雷霆，你让我饶命做什么？不错呀。虾仙长说的没错，这小子自己罪孽深重，老天爷看不过去而已。你这个小小的禁军将领不叩首老天求饶，跟虾仙长求饶是什么道理？没错，在场国公都不是傻子，谁都能看出此前的雷霆是虾人所为。那种雷霆之威让他们也是忌惮，但是虾人既然这么说了，他们肯定也只能顺着说话。我只是奉命行事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王凌峰是老天看不过，但王宇既为禁军将领，但却滥用职权，当去大理寺一趟审核。卢国公，你们可愿同去？仙长所言甚是。这件事得赶紧禀报陛下。我看虾仙长的意思绝非处置王宇这么简单。那我去禀报，最好能让陛下亲自过来审理，刚好也能狠狠收拾一下王氏。这次的确是一个机会，最少也能逼迫王氏松口，否则粮草的事情一日不解决，大唐永无宁日。说起来，仙长那种灵药，如果能量产就好了。只是不知虾仙长又打算如何？虾人此次并非是单纯针对王氏，而是系统所需要收集香火功德。香火本就是以人为本，李氏一族的供奉是香火，百姓的供奉亦是香火。而在虾人以雷霆术灭杀王凌峰的时候，他更是获得了1万功德点，功德点可用来提升术法层次，兑换灵气、功法。恭喜宿主获得1万功德点，功德点可用来提升书法，兑换灵气、术法。10万功德点可兑换御剑术，御剑万里，斩敌手击。御剑万里，没想到功德点是这么获得的，而且兑换的东西也要比香火随机抽取的仙术更加靠谱。仙长为何要去大理寺？你观太原王氏之人如何？跋扈，无君无父。既是如此，我自是要去惩善罚恶。为仙者不只是修道，更要修心。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，眼见不顺便灭其根本。太原王氏可没那么好对付。隋末时期，5姓7望便已是天下一等一的世家门阀。我李氏夺天下之后，李氏虽脱离了5姓7望，但他们这些世家之人的势力却是丝毫没有减弱半点，反而更强。其中尤其是太原王氏更是势力极大。100年王朝，1000年世家，这些世家之人也该好好理一遍了。只怕王氏不会束手就擒，他们做什么都是无用的。不同于李世民等人的手段，虾人既有仙术，此时亦是只有他一个修仙者，那么便是行事肆意点又如何？未来皇朝能做的事情，他也能做。踏进天劫攻青谷，敢笑皇朝不丈夫？废物！让他给老夫搞点事，他就搞这种事，惹谁不好？惹那个虾人。皇上更厉害，还敢调戏长乐公主，要让长乐公主跟他秉烛夜谈。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倒是程咬金的确有些手段，平定暴乱竟然这么快。若非如此，这件事闹起来，他们必是无暇顾及城外暴乱。你以为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国公之位？都是杀出来的。暴乱的事情不要再继续了，反而是这个虾人必须要有所限制。来人，去联络5姓7望，告诉他们这件事非是我王氏一家之事，而是5姓7望之事。李世民也很可能借此打击我们。若是我王氏完了，他们难道就能好？更何况任由这虾人肆意妄为，世家日后又当如何？诺，
这个虾人到底是想要做什么？想做什么？想做神仙。李世民也是蠢货，虾人今日能降下雷霆，杀我王氏嫡子，明日难道就不能弑君？这般危险之人，当尽早处置。可他的仙术，仙术如何？仙人如何？既入凡尘，老夫自有手段对付他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案子有什么难的？来人，去把王氏族长给我请过来，我倒要问问他们太原王氏到底想要做什么。私自调动禁军，谋害我大唐公主，更是私藏弓弩，是想造反不成？我们太原王氏没有啊！闭嘴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这些罪名倒是够王氏吃一壶了，只怕也没这么简单。王圭那个老狐狸不可能没有准备，还有准备又能如何？此次案情明了，就算是他说出话来，也难逃罪责。太原王氏的族长还没来，你这个老货怎么来了？莫非你卢氏吞并了王氏？卢国公，你似乎忘了，范阳卢氏族长的妻子就是王氏的人。说起来，他也算是王氏的嫡子嘛。当儿子的帮爹出面有什么问题？嘿，说起来要论辈分，他好像是要喊王圭一声叔爷。王尚书虽已辞官，但终究曾是大唐尚书，岂能这般羞辱？卢族长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？就他们这些人是什么性子，你还能不知道？怎么，你这个东西也跟王氏有什么亲戚关系？卢国公说话未免太过分了，我可不是什么东西。对，你不是东西。大理寺就是这么审案的吗？老夫区一个大理寺卿能管得住陈国公，就连陛下也管不住吧？倒是你们卢氏正式的族长怎么来了？莫非私自调动禁军，谋害大唐公主，私藏弓弩，也有你们的事不成？那倒是老夫失察了。裴举，你贵为大理寺卿，说话不要满口污蔑之言。我王氏何时谋害公主？何时私自调动禁军？反而是虾人以雷霆杀我王氏嫡子大唐将军王凌云，此等罪责，按照大唐律法当如何？王圭这一番话让众人都瞠目结舌起来，虾人也是第一次见识到了太原王氏的霸道跟无耻，好像这次根本不是他们王氏惹出来的事，而是他虾人惹出来的。王凌风嚣张跋扈，老天爷都看不惯，如何能怪得虾仙长？王上之事更是可笑，当街调戏公主，私自调动禁军，人证物证皆在，岂是你几句话就能颠倒黑白的？无耻老贼，真正无耻的当是你们！为了攀附仙长不择手段，我王氏嫡子王上气不过虾人叫嚣，便开口争论一二，结果却被虾人一掌打死。我儿凌风欲要为王上报仇，却被虾人以雷霆诛之，更是污蔑我儿罪孽深重，此举何等肆无忌惮！气煞我也！你这个老贼，王宇就在此地，你还狡辩？王宇，他便是跟你们一般无二，只是想要攀附上你，因此不顾禁军职责，私自对公主动手，何等不屑之徒！老夫早在来之前已将逐出族谱，今日老夫前来，不为其他，只为我王氏嫡子王上，我儿王凌风讨回一个公道。你无耻！总听人说太原王氏行事霸道跋扈，今日才知你们最厉害的不是别的，而是这颠倒黑白的手段。此事若非老夫亲自参与，当真以为事实就是如此。老夫所言句句属实，这件事已经很清楚了，虾人当为罪魁祸首。没错，难道说修道之人就能肆无忌惮？这件事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。你们这些老货还要不要点脸了？你们王氏真以为我们这些国公是吃干饭的？往日颠倒黑白对付那些平民百姓也就算了，敢跟你程爷爷玩这一套？虾人好端端的站在这里，我王氏已死2人，其中1人更是为雷霆所劈。你说老夫颠倒黑白，事实难道不够明了？公道自在人心，这件事老夫会告知天下，到时候自有人来断公道。我5姓戚望自成一体，荥阳政事也会昭告天下，让世人来评说对错。王宇，你身为王家之人，居然为了巴结王上，私自对公主出手，还不以死谢罪？难道你要让你一家老小都为你蒙羞不成？咬舌自尽！你们好手段，当真是好手段！王宇这么一个贪生怕死、跪地求饶之辈，都能被你们以家族礼法逼得咬舌自尽，更敢对着虾仙长肆意泼脏水，世人评说，世人不就掌握在你们手中？5姓期望联姻不断，千年世家分支无数，天下读书人皆是以娶5姓女为荣，这就能够看出5姓期望的实力。而他们所想的办法，赫然也是打算以舆论压服虾人。正如同王圭所言，仙人如何入凡间，便为老夫所掌控。你们未免太过肆无忌惮了，此事乃是我亲身经历。真正肆无忌惮的是虾人，而非我王氏。虾人以雷霆杀人，难道就没个说法？裴举，你为大理寺卿，你打算如何处置虾人？ 5姓期望的手段果然狠辣，
这些人的手段不仅仅只是舆论了，他们也在赌陛下也忌惮虾仁的雷霆之术。只要陛下不管，这件事就不可能有后续，甚至就算是陛下强压，王宇已死，五姓期望也能从容脱身。愚蠢！你说什么？王凌峰自寻死路，我以雷霆诛杀又如何？你们今日咄咄逼人，欲要以舆论压人，以操控世人来逼迫我，可曾想过，我若是坦然承认，你们又当如何？虾仁的一番话让四周瞬间安静下来，无论是王圭还是卢隐之，他们此前都没有想过这件事，因为以舆论以势压人的事情，他们做的太多。可当虾仁说出这番话，他们方才幡然醒悟，谁来处置虾仁，又如何处置？我且问你们，王氏在长安占地多少？宅邸在何处？虾仁忽然的开口，让程咬金、张亮等人皆是脸色微变，他们似是想到了什么。王圭这个太原王氏的族长更是脸色变得煞白无比。王氏占地可就广了去了，长安东街那片都算是王氏的人。如此吗？虾仁，你要做什么？虾仙长，不可！如此可算彻底完了。太原王氏权势滔天，寻常人自然压不得、动不得，但我却是不同，今日便让你知晓何为先君。雷来！仙长，你难不成？诺。尽管虾仁没有说他在做什么，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虾仁刚才做了什么。虾仁分明是以雷霆之术将王氏在长安所在的宅邸抹去了啊！你怎么能如此？公道自在人心，贫道的公道却是在仙法之中。如此公道，你这条老狗可满意？你们卢家、郑家可满意？仙长息怒，息怒啊！这一切都是王氏主导，我们只是附和。这就是虾仙场啊，这就是仙术啊！王氏一族这次的反击本是绝杀，可在仙术面前，这一切又是何其可笑！今日之事，皆是我这条老狗之错。我愿立刻离开长安，隐居终南山，从此不再出现。还请仙长放过我王氏，我王氏愿赔偿仙长的损失。以退为进，老狗倒是聪明。老夫不敢，只求仙长放过我王氏。3日之内将此次旱灾所需的粮草送来。叩谢仙长。四庆，王氏大宅没了。尽管所有人都猜测出了虾仁刚才做了什么，但当他们真正得知这个消息后，还是忍不住倒吸一口气凉气。这一刻，无论是谁，对虾仁的敬畏之心也攀升到了极致。不过，王氏的人确实活了不少，只是建筑倒塌，砸伤了很多人。仙长仁义，且去吧。若无事，我也回道观了。恭送仙长。此次虽说并未斩草除根，但也因此收获了大量的功德点。王氏之人当真该死，不过只是一次雷霆，随意诛杀一些人，就能得到10万功德点，倒也正好可以用来兑换御剑术。恭送仙长。这仙长当真是暴脾气啊！虾仙长这一手比俺老程还猛啊！如此不只是世家彻底怂了，就连陛下只怕也会因此忌惮不已吧。陛下心胸广阔，如何能看不出虾仙长的脾性？虽说此次虾仙长的手段近乎雷霆，但这次究其根本还是世家做的太过，而且仙长也未曾滥杀无辜，陛下不会介意的。更何况这种仙术不只能够震慑世家，亦能够震慑突厥一族，使我大唐愈发昌盛。说的不错。程咬金啊，你还不如裴行了解朕。虾仙长雷霆之威固然骇人，但朕何惧之？难道就因为仙术鬼神莫测？可你程咬金的武艺也是百人难敌啊！难道朕也要忌惮畏惧？更何况此次虾仙长可是为朕解决了大麻烦了。粮草之事一旦解决，朕也能腾出手对付突厥了。突厥怎么了？突厥有意和亲，迎娶我大唐公主，并且要在边境建立护市。突厥狗，今年我大唐当真是多灾之年啊！不只是旱灾不断，便是突厥也开始跳起来了。幸而有虾人，幸而我大唐有虾仙长啊！走吧，去看看虾仙长。仙长此次当真出手凌厉，只是恐怕父皇也会因此忌惮。李二并非那般心胸狭窄之人，虾人还是了解朕啊。虾仙长对父皇是如何看的？朕虽没有太过忌惮，但虾人的态度也是事关重要啊。李二他不是什么好人，弑兄求父，仅此之事他就不能算是好人。但一句百姓是水，朝廷是舟，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。李二他也算是一个好皇帝，可惜也只能勉强算是。李二未来所作所为，皆是一塌糊涂。未来，仙长可是预测到了什么？仙长此前便为我们看过相，难道说仙长真有预测未来的能力？大唐未来当真要再来一次玄武门之变？李世民此时也想起第一次见到虾人时，虾人所说的那句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”，那时他就深深陷入一种莫名的悚然之中。如今这种感觉再度浮现出来，
这让李世民再也无法忍住。朕知太子未来当真也要弑兄求父不成？朕知太子未来当真也要弑兄求父不成？请仙长明言。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？承前不足6岁的时候，朕便让儒学大家教导他，如今更是开始培养他处理政务的能力。仙长，承前为何能做出这种事？尽管虾人没有明说，但是李世民已经相信未来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他难以想象自己最宠爱的太子承前会做出这种事情，但是接下来虾人的话语却是让李世民、长孙皇后都为之悚然。谁说是太子做出来的？不是太子能是何人？难不成是朕？贞观16年，太子承前因受不了你李二的压迫，因而造反谋逆，最终在谋逆失败后废除太子之位后，于贞观18年猝死在外。朕的压迫，承前。李二，你早年间还算是得上是一个好皇帝，也可以勉强说一句千古一帝。可伴随着你久居皇位，日后所作所为皆是有些昏庸。不过这也跟你性情太过柔软有关系，无论是对付世家还是对付突厥，你皆是太过软弱。仙长说太子之事乃是未来之事，臣不好说插嘴，但要说陛下太过软弱，却未免有些过了。玄武门之事尚且才过几年，陛下何其英明果决？我说的是他性情软弱，跟他行事果决有什么关系？我问你李二，若是今日我不以雷霆震慑世家，你打算如何收集粮草？朕自是自然只能略微妥协。世家危害虽大，但跟大唐百姓相比，自是大唐百姓更加重要。为了百姓，朕可以妥协。这便是软弱。仙长，此话我无法苟同。为了百姓，朕可以妥协。这便是软弱。仙长，此话我无法苟同。如果为了天下，为了黎民百姓便是软弱，那么从古至今可还有不软弱的帝王？世家联姻错综，五姓期望势力何等之大，若是以强硬态度逼迫他们交出粮草，那么便是再来一次隋末大乱啊！蠢！你们就只有蛮力跟妥协2个办法不成？难道不能让他们募捐？便比如此次王室所赔偿的粮草，皆会以立碑的方式将其立在道观前。这次也不是赔偿，而是捐赠。王室捐赠如此，卢氏他们敢不捐赠？恩威并施，以雷霆之怒震慑，以舆论施压，此计大好啊！日后对付这些世家也可如此。他们不是擅长裹挟天下民意，那么就让他们看看民意到底是谁。仙长所言甚是，未曾想仙长还有这般极致。不过是后人智慧罢了，我只是能够看见未来。仙法当真是玄妙，不知仙长对于突厥之事如何看？李世民将和亲护氏的消息告知虾人。护氏自然是要建立的，但作用不是用来护氏，它真正的作用跟意义当是用来全面控制突厥。突厥辽阔无边，只是一个区区护氏，如何控制？目光短浅。你们认知之中的控制皆是武力控制，却不知还有一种控制名为经济控制。此举不止能够赚取海量金钱，控制突厥，还能让突厥人对大唐感恩戴德。以此之法，不100年出，突厥便再无对大唐有任何威胁。突厥对我大唐感恩戴德，你先把你软弱的毛病改了再说，否则就算知晓这个办法，你也狠不下心来。陛下只是心系万民，心系万民就能牺牲某一些人吗？妥协世家所牺牲的是被世家压迫的那些百姓，而对突厥妥协牺牲的又是谁？你是不是还打算接下来跟突厥和亲，以此来安抚突厥的负重，让大唐休生养息？大唐去年蝗灾，今年旱灾，尽管有仙长在，可大唐如今已是千疮百孔。若是不和亲安抚突厥，突厥一旦南下，大唐又当如何？这就是牺牲一个女子的原因。可笑，大唐未来的确是很强，李二也很有能力。天朝上国，四海臣服，9天昌河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，外邦尊称大唐陛下为天可汗，这是何等霸气！然虾人所描述的未来，让李世民、长孙无忌都是心潮澎湃。他们如今可没想到大唐未来会有那般盛世，只是虾人一个然而，却是让他们内心咯噔了一下。然而如何？然而你李世民对敌太过软弱，明明贵为天朝上国，仗也打赢了，偏偏要外嫁公主求和亲。从古至今，周生擒汉晋隋唐也不是没有和亲的事情，但那都是打输了没办法，需要以和亲来求和平。但要论打赢了还和亲安抚一族的，也就是你李二一人了。我看你想做千古一帝，想做疯了，对谁都是一副人君的模样。朕陛下也只是想要，只是个屁，就是软骨头。人君当久了，千古一帝想疯了，一族便犹如野狗，为是为不保的。要想让他们听话，就只有打，打服了，自然而然就听话了。李二，你若要听我如何对付突厥，就必须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仙长，请说。从今日起，大唐永不和亲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这其实也是虾人自身的想法。他如今已用10万功德点兑换了御剑术，接下来只要苦修，便可一剑破100万敌。但前提是大唐值得他这么做。好，
从今日之后，大唐永不和亲。突厥若来，朕当死守国门。若有朝一日社稷危机，君王当死。陛下，朕已决，此话亦将录入祖训之中。但凡我李氏子弟，未来皆是如此。若有未战之人，逐出李氏；若有未战君王，群臣可废之。希望你记住今日的话，他日若有未战君王，我必斩之。朕谨记。先长能不能说说如何对付突厥？是否以仙术？区区突厥还不需要仙术。忽视既是开了，那么就可以从经济上来将突厥彻底压制乃至掌控。比如说以利诱惑突厥大量养殖绵羊。养殖绵羊有何用？这就牵扯到经济战了。大唐要先以高价收购羊毛，突厥人也是人，自然是逐利的，他们会大量养殖绵羊。时间一长，他们除了养羊，便再无其他。大唐只要中断互市，突厥自然就废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当然不是这么简单，还要辅佐一些工具，比如纺织车。这几日我会书写一部天工开物，以此造福百姓。届时你们便当知晓如何对付突厥。城前能否追随仙长学？城前能否追随仙长学习？解铃还须系铃人。皇后若是想要太子安顺，那么便要多劝谏李二。先长此前说朕压迫太子，敢问朕是如何压迫的？朕给他找的最好的老师，最好的教育，谈何压迫？难道只是因为朕性格有些软弱，所以才导致太子忍受不住谋反？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。仙长，妾身也有些好奇。贞观13年，太子进入叛逆期，不服管教，你便搜访贤德，以辅储功，足足派遣了10多名老臣辅佐劝谏太子。正因为如此，太子愈发叛逆，你也因太子的叛逆转而宠幸李泰，想要以此刺激太子成贤，最终导致太子无法忍受，谋逆造反。朕对他好，难道还做错了不成？世上有一种好，叫做你觉得对他好。你这么做固然没错，但问题是10多个老臣，他们为了彰显自己的存在，敢会怎么做？如何？太子不过盖个房子，便有人上书批评他奢华；太子跟宦官玩闹，又有人上书讲他做秦二弟做事。这种情况之下，太子当如何想，又要如何做？太子未来的所作所为，大半都是你李二弄出来的。不对，不对！虾仁说了半天，李二却渐渐想起来一件事：太子出现问题。朕最应该做出的反应是让观音碧去劝说，而非是派遣什么10多位老臣啊！难道说观音碧在贞观13年前就要？仙长，皇后因何而逝？仙长，母后未来如何啊？因病而逝，不过皇后既已服用过灵药，接下来想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陛下也可在日常多关注下长孙皇后，让皇后少运动，多注意养生。幸有仙长，否则朕真不知道失去观音碧会如何。仙长所说，陛下未来昏庸，很可能也跟此有关。痛失皇后，陛下因而才会那般。但如今既有仙长所在，未来之事必然能够扭转。朕知晓，仙长，在未来太子即使没有继承大统，那李泰呢？太子跟李泰多敌多年，矛盾比较激烈，因而你李二认为魏王若是继位，太子必死，因而就干脆分封李泰为魏王，最终魏王李泰郁郁而终。太子没死。李二宅新人后，怎么舍得杀太子？哪怕太子谋逆，只不过这也导致后续李泰的悲剧诞生，甚至未来大唐亡国都是因此而生的。仙长是说我大唐也要跟大秦、隋朝一样20世而亡？你是老糊涂了，你便是2世，大唐最多算是3世而亡。3世而亡，仙长所描述的未来，当真让朕难以接受。太子谋逆，魏王郁郁而终。便是观音碧也要离朕而去，甚至大唐也要3世而亡。朕这个皇帝当真就这么失败？还是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朕弑兄求父的报应？陛下，既是未来之事，自是能够改变的。仙长今日泄露天机，陛下既已知晓未来，自然不可能让那些事情再发生。正当如此，敢问仙长，大唐因何而亡？难道说是李治这个不孝子做了什么？还是说并非是李治继位？自是李治继位。他也并未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之事，反而单论功绩，甚至以致隐隐超越于你。李治继位期间，先后覆灭突厥、百济、高句丽，在位之初更是一日一朝，勤勉执政，更是在贞观盛世的基础上缔造出永徽盛世。李治既是如此功绩，为何大唐会3世而亡啊？不只是李世民，长孙皇后、长孙无忌也是想不明白大唐到底因何而亡。如果说李治昏庸无道，那也能理解。可如今分明不是啊！难道说大唐最后是亡于外敌，或是5姓7望造反？盛世江山，那些世家还没这么大的胆子。 5姓7望虽是势力极大，但只要不是乱世，他们就翻不了天，最多也就是占据一些权势，欺压下面罢了。那就是亡于外敌，突厥、百济、高句丽皆灭，莫非是吐蕃？区区吐蕃算什么？大唐亡于女人之手，区区吐蕃算什么？
大唐亡于女人之手。女人？什么女人能够亡国？莫非是大唐还能出一个妲己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李治不顾群臣反对，娶了李二的一位嫔妃为妻，后来还因此废掉了当时的皇后，将此女立为皇后，因而导致了大唐亡国。混账东西！一个女子便算是为皇后，又如何能亡国？陛下的嫔妃皆是良家子，不可能有什么外戚之男啊。这就牵扯到你们李氏一族的寿命问题了。你们李氏一族后期到了，皆是身体有些问题，高宗李治也是如此，因而皇后便开始协助高宗执政。最终在李治病逝后，他以凌厉手段清除异己，最终登基为帝，该国号为周。女子为帝，闻所未闻。李治是废物，他儿子也是废物不成？就一人站出来，让一个女子登基为帝，更篡改国号。女子竟能做到这一步，此女倒也算是大才，只可惜对于权势太过执着。无论如何，朕绝对不会让大唐30而亡。日后大唐皇帝也必是承显战，观音帝。日后太子之事，朕便不再多管，既要劳烦你费心。妾身知晓。仙长，敢问大唐未来可还有机会复国？今日已泄露天机过多，我只能说大唐日后必会复国。仙长，你此前不是为我面相，说我晚年不利，不知何解？哦，你呀，就是被一个女人逼死了，全族至今皆发配岭南为奴。仙长所说的这个女人，该不会是那个女皇帝？的确是她。李治，我让你宠幸嫔妃。恭喜宿主修炼御剑术成功，御剑术达到第2层，请宿主尽快凝练剑胎。如今香火倒是勉强够用，但这剑胎却非大量财富不可炼。仙长，卢国公等人求见，让他们进来。仙长，这几日王氏可算是大出血了，足够解决旱灾的粮草，就算是他们要拿出来也不易，更何况还有仙长所说的立碑，算是彻底坏了他们的名声。此次旱灾降临，本来世人对陛下都是有怨气的，认为是陛下是凶求复方才导致这般旱灾蝗灾，但立碑之后，王氏已是引起众怒。仙长谋算当真不凡。你们3人一人夸一句，是想要做什么？俺就说不要遮遮掩掩嘛，仙长上能通幽，下能预知未来，就你们那些把戏如何能哄得了仙长？今日我们过来，只是想要仙长为我们看看面相。面相是假，想要知晓未来才是真吧？公主聪慧，天机不可泄露，仙长怎么可能轻易对你们说那些？我们都有诚意。仙长此前不是要做天宫开务，还有需要职务，不是俺老成夸言，但凡天下有的，俺老成都能弄来。天宫开务所需，俺老成也都包了。嘿，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这次说好我们一起包的。好了，要论面相，你们4人皆为大富大贵之相，并无什么可言。如果硬要说，房玄龄倒是有些事情可提点一句。我就是陛下命令来凑数的，怎么还有我的事？房老能有什么事？他本人倒是没事，不过他的儿子房灵爱却是有大事。如果不想你儿子遗臭万年，就拒绝陛下的赐婚吧。房老能有什么事？他本人倒是没事，不过他的儿子房灵爱却是有大事。如果不想你儿子遗臭万年，就拒绝陛下的赐婚吧。虾人并无意打算剧透太多未来，不过房玄龄的事情的确太惨，史上唯一因为被绿而名留青史之人。这是跟陛下赐婚有什么关系？难道说高阳公主跟那个女皇帝有关系？老夫未来也要因她而受到牵连。什么女皇帝？你不懂，此时不能瞎说。跟女皇帝没关系，你儿子未来会因为被绿而千古留名。被绿？卧槽！高阳公主绿了房灵爱，这也太劲爆了。行了，事情就这样子。天宫开务的事情还需要一段时间，待我制作出来。天宫开务后，自会让长乐联系你们。俺老成还有一件事询问仙长，就是那个陛下准备征伐东突厥，此战当如何？此战必灭东突厥，但此战却并非以你为帅，而是以李靖为帅。必胜就行。叩谢仙君，俺老成这就去找药师。仙长，还有一事，3日后吐蕃倭国来使，陛下请您务必参与。倭国好像就是因大唐而起事的，此次却是要断倭国气运。剑胎出城，可惜这只是最初级的灵气。仙长，罐内的财物都已用光了。在程咬金等人离开后，虾人便着手开始练飞剑，但未曾想到飞剑的消耗会如此之大，以他目前的财富，根本无法练成飞剑，更不要说御剑万里。去请程咬金他们过来一趟。此次叫你们过来是有一事需劳烦你们，我打算催生一批灵药贩卖。此事何须麻烦，俺老成一人便可包了。仙长若是缺钱直说，我长孙家虽比不得5姓7望，但些许财物还是能拿出来。说的谁家没钱一样。仙长，你说要多少，我这就送来。其实我家也略有薄产，只需仙长为我儿之事说句话。陛下昨日可就说过要许配公主的事情，老臣实在不知该如何拒绝。我要的极多，最少要黄金万斤。我操！仙长何以要这么多的钱？
修炼之用，此次也无需你们多出钱，将你们府内的珍贵药材尽皆送来，我一并催生贩卖即可，并且此次还有一个办法，能让你们掏空世家。仙长催生出来灵药的药效如何？仙长出手自是不凡，起码也能延寿100年，亦可返老还童。最多也就是白发化青丝，重返青春，弥补亏空，或是血气暴增，力达千金。我操！我操！这也足够了。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仙长产出我都包了，陛下也要一份呢，如何轮得到你包？你们只怕吃不下。难道说仙长所催生的这种灵药，也跟那日植物一般，随手可出？只要有足够的药材，随手可造。俺老程立刻就让人送来。陛下那边，小女可否知会一声？去吧，顺便将昨日所催生的人参送给李二。催生仙药，榨干世家，仙长总是这么出乎意料啊！观音壁，你说仙长这仙药能有什么效果？陛下可是想问能否长生？世人谁不想长生？朕也不例外。秦皇死去，用暴雨遮掩尸臭，汉武也未能延寿，太宗服药而终，世人追寻蓬莱未果，秦皇等不到徐福寻仙的传播，大唐能够有仙长已是幸事，陛下又何须自讨烦恼？实在是仙长所说的未来，让朕难以入眠。朕不想100年之后看见大唐威仪女子篡位，更是想跟观音壁一同长生于世。长乐公主送仙药来。陛下，此乃长乐公主送来的仙药，仙长有言，此物能延年益寿，恢复青春。朕刚才还说长生之事，难道说长生便在眼前？朕感觉好似瞬间回到了20岁。陛下好像的确年轻了不少。仙长真乃我大唐神仙，长乐亦是孝心可嘉啊！这般仙药第一个送来与朕。来人，将府库内珍稀药材尽皆送到虾仙长道观去。这仙药好像没那么珍贵，长乐公主也没特别吩咐，甚至都没亲自送过来。不，我要亲自去感谢仙长。观音壁可见得，朕一路走来，那些侍卫的惊讶，若非观音壁你证明朕的身份，他们都以为朕是假扮的，也不知程咬金他们见得当如何。必会想起昔日陛下为秦王时的英姿。走，这些难道都是仙药？父皇，这些都是虾仙长刚刚点化的灵药。母后，我特意为你藏了一个灵药，可令人重返18岁，永葆青春。父皇吃的那个不能永葆青春，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？朕之雄伟呢？说好的，朕一个人年轻英俊，你们都是白发苍苍，结果朕吃的还是假冒伪劣的产品。对了，父皇，以后你要是有什么病，都可以吃灵药和手乌，即刻就能恢复。这是拿灵药当什么了？陛下对仙药可还满意？我打算让文武百官都重返青春，到时候大唐的行事效率必能提升数倍有余。还文武百官，这仙药怎么跟大白菜一样？陛下，大白菜可没仙药贵，这些仙药都是以100年何首乌、100年人参点化而成，一株最少也要价值1000金。要想给文武百官都用上，大唐都没这么多的钱。不过倒是可以狠狠榨干那些世家。要想榨干世家，灵药最多只能算催化剂，真正的要看钱庄。钱庄能掏空世家？钱庄自然不能，但是皇家创立的钱庄却是能。我此前就说过，对付突厥要发动经济战争，而钱庄就是经济战争的一种，但是更加的血腥。钱庄我知道，只是钱庄虽是赚钱，但世家本就是开设钱庄的，就算仙长有仙术，又凭什么能够以此榨干世家？现在的钱庄局限性太大，我要陛下所开设的钱庄，乃是无论身在何处，只凭借一张票据便可存取钱财。仙长的意思是利用他们调取票据的时候收取费用，以此来缓慢剥削世家财富。我们的钱庄不收任何钱，还会给他们送钱。还给他们送钱？仙长，你这是犯傻了吧？谁说送钱就会亏钱？就拿关中世家来说，他们一年花销最多能有多少？以俺媳妇崔氏来说，一年恐怕需要上万贯。这万贯跟他们的家产比起来，是不是9牛1毛？那肯定啊。崔氏虽然不算什么巨富，但区万贯算什么？那你想想，如果他们将钱都存在钱庄，是不是每年动用的也就这万贯？仙长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就是说钱庄虽是存了大量的钱，但是每次动用的钱都是极少数的，剩余的钱都可以拿出来用。若是如此，我大唐岂不是往后都不再缺钱了？也不对啊，世家往日都是死死藏着，怎么可能将钱放在钱庄来？是啊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连世家到底占地多少都未曾丈量清楚。想要他们存钱，自是威逼利诱。想要购买灵药，就必须在钱庄存足够的钱，这是其一。其二便是需要陛下了。需要朕？你可拟定交子、宝钞之类的银票，以此来废掉他们的铜钱，最终逼迫他们只能去钱庄兑换银票。而一旦适应了钱庄的便利，无论是世家还是他们麾下的商贾，都会任由你把控。尽管交子、宝钞、银票这些词汇有些生涩，但是无论李世民还是长孙无忌、房玄龄，都瞬间明白其中巨大价值。
李世民意识瞬间了然，只是此举怕已是有巨大的隐患啊！这就要牵扯到天宫开悟了，待我2日后完工，陛下自知。敢问仙长做了这么多，所求为何？盛世太平，长生久世。仙长大义，我大唐幸有仙长。那个仙长之前说灵药可是由俺老成一股的，狗屁！仙长明明说价高者得，钱庄的事情，防请你跟杜青好好商议。这次的灵药朕全收了。长乐，你来统计，我就不参与了。陛下，北方传来加敌军报，突厥南下游猎。突厥明明已派使臣过来，竟还敢南下入侵，真当朕没有脾气？明日朝会，陛下可以此质问突厥。若突厥使臣猖狂，便北伐突厥。臣愿为先锋。明日朝会，我也会参与。突厥使臣阿史那仲见过大唐皇帝。你突厥既派使臣前来商讨护市之事，为何还敢入侵我大唐？今年的寒风比以往提前许多。长生天告诉祭司，暴风雪即将来袭，我突厥欲要活路，只能南下游猎。放屁！你突厥来暴风雪就要南下，这是何等道理？雄鹰饿了便要寻找食物，这难道不是正常？你自将突厥比作雄鹰，在我看来，你们分明就是野兽、畜生。若非大唐皇帝迟迟未曾忽视，我突厥又何须游猎？你这么说倒是朕的错了。我突厥百万雄鹰，此次若非我一力全族，南下游猎的绝非数千人，而是整个突厥百万雄鹰皆南下。大唐皇帝忽日之事，今日可否能给个说法？狗屁说法！今日俺就杀你祭旗！你突厥真当我大唐无人否？你们何必自欺欺人？去年荒灾，今年旱灾，大唐粮草可还够百万大军出征？大唐军士可还有100万？若非可汗仁慈，你大唐今年必将国土沦陷，永无宁日。阿史那中的一番话，几乎道清了目前大唐的情况。若非是虾人降临大唐，以大唐目前的情况，唯有和亲安抚，而后再图机会覆灭突厥。李世民也深知这一点。100万勇士，朕就在这等着，且看看你突厥100万大军如何灭我大唐。大唐皇帝如此反常，你的依仗莫非就是那个所谓的仙人？你既知晓虾仙长存在，还敢如此嚣张跋扈？大唐为了救火，虚构的一个仙长，对我突厥又能有什么威胁？3日时间之内，若是大唐不能开通护市，并且给我突厥满意的答案，可汗必将发兵南下。你家可汗还能有实力发兵？东突厥可汗难道没跟协力翻脸？薛延陀、回纥、拔野古、铜锣诸部难道没有自立？你是谁？怎么可能知道这些？此乃我大唐仙长，上知5000年，下知5000年，区区突厥之事如何不知？滚回去告诉协力，大唐可以护市，但前提是突厥立刻收兵，不再游猎，否则大唐必将发兵覆灭整个突厥。大唐皇帝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仙长之意就是朕的意思，滚回去，滚！你们会后悔的。若非是仙长知晓这些，还真难以压住这个跋扈之人。压不住的，突厥此次必会挥师南下。仙长不是已经震慑住阿史那中了吗？暴风雪的事情是真的，并且协力也已经压不住麾下的部落，此次他必然要挥师南下，以此化解内部的矛盾。可仙长此前明明说，护市自然要进行，但那却是对彻底被打服的突厥，而非如今狼子野心的突厥。李二，我且问你，你是否还要以和亲换取天下太平？朕既答应过仙长，自是永不和亲。天子守国门，屈莽死社稷，如此便好。陛下有节气，有胸怀自是好事。只是突厥若是南下，我大唐恐难以抵挡了。启禀陛下，此前王氏虽是送了很多粮草，但那些粮草皆已发放下去赈灾，国库一时调动了大半粮草，如今粮草根本不足。这有何难？让他们立碑捐献粮草。从谁开始捐献？从俺老成这里开始。我就不信大唐就拿不出粮草来，只怕倾尽国公家产也是不够。要抗衡突厥100万大军南下，我大唐最少出兵数十万，民夫一需近100万，以目前的储备来算，最多只够1月之粮。如何这么少？100日旱灾，关中已是一死而食啊！若非是先长降雨，只怕早已是遍地动乱。杜如晦的一番话，让所有人皆是宛若被泼了一盆凉水。谁都没想到，大唐的粮草危机竟然如此严重。如今这点粮草如何能够抗衡突厥？仙长可还有什么仙术可抗衡突厥？虾仙长之前不是招来雷霆，如今便再以雷霆碾碎突厥。难道我大唐真没有办法抗衡突厥？臣请问陛下，
今日是谁让虾仙长入朝？是朕。那臣便要劝谏陛下，朝堂大事如何能让方外之人前来定策？袁天罡此前贵为大唐相师，也未曾入的朝堂。今时今日，虾人以一言废突厥使臣，定国策。敢问陛下，他日这大唐到底是听从虾人的，还是听从陛下的？魏征，此时正在讨论突厥战事，你要劝谏，回头私下再劝谏。今日不适合讨论这件事，朝堂之事本就是以陛下为主，今日也不过是陛下找虾人问策。既然是如此，臣再无异议，但请陛下谨慎而对。我本就无意插手朝堂之事，我所求不过是长生久世，修仙有成。今日也不过是突厥南下，关乎天下百姓。李二，往后这朝堂我不会再来，但今日之事还容我插手。仙长有何想法？既是粮草不足，今日开始便在长安内外皆种植上玉米灵种。我要施展心术，让长安附近田亩一日数次成熟。仙长，魏征所言只是为了定下主次尊卑，以免虾人日后干涉朝政。但他却没想到虾人会如此干脆地点明这件事，更是丝毫不介意地再度施展仙术挽救大唐。只是1日时间，长安内外便已种满了玉米灵种，这既是李世民对虾人的信任，也是整个长安上下万众一心做一件事的效率展现。仙长，灵药已种植好了，待午时一过，我便会施法让灵种瞬间成熟，到时候陛下需派人抢收。陛下已将皇宫侍卫尽皆安排出去，准备抢收之事，并且有关仙长之事也传遍了整个长安。一旦玉米成熟，仙长便是大唐真正的仙师，往后再无人敢质疑你。我并非针对仙长，而是尊卑有序。你魏征的性子谁不知道？你就庆幸吧，仙长足够大度，否则你绝对没好果子吃。今日之后，我便会闭关修炼一段时间，届时还需要你们做一件事。虾仙长吩咐，倭国使臣可以抵达。如果不是仙长要种植灵米，昨日朝会在接见突厥使臣后，当是要接见他的。突厥之人虽是野蛮，但野蛮在明面；倭国之人看似温和，实则才是真正披着人皮的野兽。大唐之事一应不可传入倭国之中，并且在此次之后，当派遣人前往倭国覆灭其国。区区一个倭国，何须出兵覆灭？倭国虽小，但有金山银山，其金银可供钱庄建立。金山银山，倭国有几处露天金矿，只可惜倭国之人学艺不精，无法挖掘。若是大唐能够将其占据，开采而出的金银足够大唐用100年。突厥之战后，俺亲自去，这么多金山银山，可不能便宜那些矮子。突厥覆灭后，大唐当全力发展天工开物上的知识，以此知识可令大唐迅速富强。仙长这般言语，莫非此次闭关要很久？我也不知会闭关多久。就在昨日消息传开的瞬间，虾人便又一次获得了系统的奖励，这次却是正统的筑基功法，要将其修炼成功，自是需要足够时间修炼。虾人也不知会修行多久。仙长不会闭关数年、数十年吧？少则100日，多则数百日。仙长差点吓死俺老成，不过区数百日，俺老成还等得及。朕便在此提前恭贺仙长一切安顺。时候已至，且待我施法。陛下，城外灵种都在疯狂生长。仙长手段当真出神入化，快去抢收！信我大唐有仙长。距离虾人施展仙术已过了半日，在这期间，虾人足足催生了9次，所收获的粮食也让李世民、长孙无忌等人喜笑颜开。仙长此次可算彻底扬名了，就此次所催生的粮草，足以让大唐百姓将仙长当作在世仙佛，从此以后再无人敢说仙长半句不是。若非亲眼所见，老夫也不敢相信世间竟有如此仙法。不只是百姓如此，便是那些5星期望也绷不住了。他们在仙长第一次催熟玉米后，就将大量的粮草送入宫中。他们是怕仙长降下雷霆，若非是他们上交，谁知晓他们竟然还囤积着这么多的粮草。要我说，就该拿刀架着他们的脖子，这样北伐的粮草也就够了。对于5星期望，还是不能逼迫太过。可惜1日时间太短，长安太小，这些粮草也不过够数十万大军1个粮草。将这些粮草大半都散于长安百姓吧。这粮草难道不是用作军饷？难道说仙长还打算接下来继续催熟？仙长就算法力无穷，可长安百姓也扛不住这么来回收割啊！最少要休息1日。你们是将长安百姓当牛马？谁说这次的粮草是用来打仗的？那是用来做什么的？这不过是安抚难民百姓之用。突厥，我自有手段。修行100日，贫道已是练就御剑之术，万里之外可斩敌首级。以此御剑之术，无论是协力或是其他将领，皆已是剑下亡魂。此次北伐也无需太多人，除却雁门关坐镇的李靖之外，只需数万兵马便可。
欲擒千里，不过只是寻常仙术。此次对付突厥之后，我要让大唐人人如龙，让大唐进入真正的修仙时代。大唐化作仙堂。恭喜宿主获得长安百姓虔诚香火，奖励降雨术达到第4层，催生术达到第3层，御剑术达到第3层，获得化神前所有功法。正是这次催熟的香火奖励，让虾仁定下了自己的目标。他不只要独自成仙，还要将大唐彻底化作仙堂。唯有如此，方才能够收集足够的资源，供他修行。贫道且去，陛下准备军队接应便是。仙长，